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欢迎来到星星说鬼。这期故事的投稿人是宋哥，非常感谢宋哥你的投稿哦。还有啊，星星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好恐怖的阿豪来一起出演今天的影片。星星啊也会到阿豪的频道里面出演哦，影片连结会放在置顶留言啦，大家看完后记得过去支持哦，要小心哦。阿豪的鬼故事跟他的名字一样，好恐怖哦！老样子，故事已经经过星星的调整和改编。影片开始前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然后遇到广告的话，记得多看几秒来支持星星我哦，感谢你们啦！对啦，今天的主角是饭团哦。为了让故事更流畅，旁白就用我来代表饭团啦。记得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候，我差不多是国小11、12岁。一如往常的，平常上课我5点就要起床准备上学了。当我走到客厅望向厨房的时候，发现我妈并没有在准备早餐。我看了一下爸妈的房间，原来他们都还在睡，我妈竟然还睡迟了。当我看到日历后才发现，原来今天是周末啦，是我自己搞错了。这时已经起身的我已经没有困意了，就想着要偷偷开电脑玩一下游戏。但是电脑又被我爸给锁上了，没办法，就只能打开电视看看有什么节目可以看了。原来这个时候有数码宝贝重播没错，我就看着电视，打算等爸妈起床后吃了早餐，再睡到中午去。刚刚好像有听到什么声音。没错，我当时好像是听到了什么东西敲击门的声音，或者是隔壁传来的，但我没有放在心上，就当是自己听错。于是我又继续看回我的电视。这次我确定我听到了，真的是有人在敲门，而他敲的是我家客厅的木门啊。可奇怪的是，我家车房外还有一道铁门是上锁的，他是怎么进来的呢？该不会是有小偷爬进铁门进到我家了吧？但是不对呀。我们家是有养狗的，看到陌生人都会吠个不停。可是现在外面静悄悄的这个时候敲门声又来了，到底是谁呀？难道狗狗都没有看到人吗？而这次敲门声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。真是的，如果给我知道你是玩忽职守的话，等一下就不给你早餐吃。当下的我既生气又害怕，就蹑手蹑脚的想靠到窗边偷看外面到底是谁在敲门。奇怪的是，门口并没有人呢。此时敲门声却还在持续。看来这个人就是故意的，他一定是敲人门后躲在死角。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来到门边。当下我不懂哪里来的勇气，就想直接开门看看是怎么回事。谁？到底是谁？不管了，谁怕谁？结果一开门发现门外完全没有人，当然敲门声也停了。什么啊？根本什么都没有啊！而狗狗听到我开门后就开始叫。我把门关上后，心想真的好诡异，一定是有谁在外面。当下我实在不敢想太多，就打算回房继续睡觉算了。没错，就在我关上木门不久后，敲门声又回来了，而且这次他敲得比之前更急更用力，我甚至觉得声音大到要把我们全家人都给吵醒了。而更诡异的是，我还同时听见了一个婴儿的哭声。
我完全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明明门外就没有人呢，到底是谁在敲门啊？我当下吓到连电视也没关，就直接冲回房间锁门了。这时的我只希望刚才听到的都是幻觉，更希望那个东西没有在我开门的那一刻进到家里来。bro， 怎样？原来是阿豪。此时我紧张的情绪暂时缓和了一下。你还醒着吗？电脑解锁了没啊？等你上线很辛苦嘞。靠，你不会又打了一整天的通宵吧？我颤抖又害怕的赶快跟阿豪说刚才发生的事。我的电脑还被锁着啦。跟你说哦，我遇到怪事了。刚5点的时候，有人敲我家客厅的大门，我开门没有看到人，我是不是见鬼了？啊？认真的吗 ，bro？ 不要跟我讲，你还有听到婴儿的哭声？对，你怎么知道的？狗力，我看你是遇到牛奶鬼了吧？牛奶鬼？对，我有听朋友讲过，牛奶鬼是马来人社群里一直都有流传的。传说中，她是一个会在半夜或凌晨敲门跟人讨牛奶的女鬼。我还听说，她是在怀孕时被自己的丈夫残忍杀害，离世后带着很深的怨念，才变成这种厉鬼的。都说孕妇变成的鬼最凶了，于是她就开始到处敲门讨牛奶，要喂她抱在怀里的孩子。所以啊，半夜还是凌晨听到敲门声，还是婴儿的哭声，就要假装听不见，也千万不要开门，因为开了门的话就会……哇老，这个时候跟我跳电，搞什么鬼啊？开了门的话会怎么样？喂，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快点回呀！就在我害怕的等着阿豪回复时，不会吧？难道是牛奶鬼进来了？是谁在外面敲门？饭团，你睡醒了是吗？做梦外面电视开着的，还有你为什么要锁门？快点开门！原来我爸妈终于睡醒了。这时我整个人才稍微安心了下来。就这样，我再也绷不住了，想赶快把刚才遇到的事情跟他们说。爸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刚刚这里突然跳电了，总之千万不要开门哦，开了门的话，它就会一直跟着你，直到你搬离那间家为止。你终于开门啦！好啦，故事结束了，大家喜欢今天的鬼故事吗？再次感谢宋哥的投稿，大家也要踊跃投稿哦。投稿链接就放在下方的资讯栏里面啦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当然，还有所有加入零星鬼蛋社的社员们，感谢你们的大力支持哦！特别是加入科长的璎珞，还有阿言、阿燕哦。那我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，拜拜！